捷途 X70推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啊，就在前不久呢，捷途推出了它一个 Plus 的一个车型，就是我身边的这台捷途 X70的 Plus。今天我们就到店实拍一下，看看这个 Plus 究竟升级在哪里。首先看前脸部分，整个这种变化呢，相较于老款的 X70还是非常大的。它换成了这种全包式的一个前格栅的一个设计，这样的话呢，整个车头看上去可以说是更加的高耸，更加的这种有层次一些。同时给人的感觉呢，这种镀铬饰条的一个搭配呢，也给人感觉更加的豪华。其次看到这边采用了一个全 LED 的一个灯组，不论是它里面的大灯，还是它里面的一个转向灯，尤其是这个转向灯。还有一个流水的一个动态效果，在转弯的时候看上去还是十分漂亮的。其次的话，就是它下面的一个雾灯的一个设计，同样采用了这种 LED 的一个光源，就给人的感觉呢，整个车头呢是非常具有这种未来感、科技感的。然后我们再来到车身侧面，整个车身侧面呢，相较于老款车型，其实变化不是很大。个人觉得呢，它唯一的变化就在这边，它的整个这种轮拱罩呢，采用的这种和车身同色的一个设计，相较于那种老款那种黑色的一个边条的一个设计呢，这种设计可能给人感觉呢更加的豪华一些。其次的话呢，就这边也加入了这种一个镀铬饰条，就给人感觉这种车身的侧面呢非常的豪华，也非常的有这种层次感。然后来到车身的后部，可以看到这款车采用了一个255胎宽的一个20寸的一个轮毂，整个这种轮毂呢是非常宽的。然后这边呢也做了一个类似于这种小宽体、这种小抛边的一个设计，可以说是和它这种非常宽大的一个轮毂呢，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这种运动的感觉吧。然后再来到车尾，车尾的话呢变化同样也是不小的。这边呢采用了一个贯穿式的一个 LED 的一个尾灯。这个尾灯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采用这种贯穿式的一个尾灯，给人的感觉呢，尤其是在夜间点亮的这种感觉呢，还是非常豪华的。其次的话呢，它内部也采用的这种动态的一个转向灯，就是和前面的那个动态转向灯是一致的，就是这种流水的一个效果呢，看上去还是非常有这种仪式感吧。然后再往车身下部看，它整个这种尾门的一个设计呢，相较于老款那种直上直下的那种感觉。整个这种设计呢更有这种设计感了。再到下面采用了一个双边共双出的一个排气，但它呢一共有这种四个这种镀铬的一个排气管设计，给人的感觉呢还是非常具有这种运动感、力量感的。但是它其实真正冒气的呢只有中间这两个是采用这种真排气的一个设计。然后打开尾门看一下内部的一个空间。可以看到，打开的时候，它这种动态的一个流水的转向灯还是非常漂亮的。打开之后可以看到，其实它这款车呢本身是为了一个7座设计的一个车型，而这款车呢是一个5座的一个车型，所以它后备箱整个这种进深啊以及宽度的表现是非常好的。其次的话，就是拉开这个盖板之后，可以看到它里面有非常多的这种储物格的一个设计，这个功能的话，个人觉得还是非常具有这种人性化的。外观以及后备箱的一个部分，然后就到这边，然后我们再来到这个车内，然后再看一下。来到车内，其实首先呢，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前方的这2块全液晶的一个屏幕。可能说它的整体的一个尺寸呢，并不如那些比如说 X90那么大。但它整体的这种显示效果，以及它这种两边这种面板的这种精致程度，个人觉得是非常好的。其次的话呢，就是下面这边采用了非常大面积的这种皮革的一个包裹，还有这种3块的一个这种空调出风口的一个设计，给人的感觉呢同样非常精致。然后正前方的这块方向盘呢，也采用了一个全新的一个样式，同时呢上面也有这种类似于这种镀铬饰条的一个装饰吧。但是这个方向盘呢，给人感觉就是握感呢，个人觉得稍微有些偏硬了，就是如果能做的再软一点就更好了。但是方向盘上面这种按键，它这种滚动起来这种质感，
你看这种音量调节的一个质感是非常不错的。通电之后可以看到，整个这种液晶屏啊，它显示的一个效果是非常细腻的。其次呢，这种仪表盘它 UI 的一个设计呢，个人感觉还是非常具有现代感的。然后这边呢，这个空调控制的一个区域，同样采用这种触控屏的一个方式，整体的响应啊，包括它也有这种声音的一个反馈，这个表现是非常不错的。然后挡把呢，也采用了这种电子挡杆的一个设计，看上去呢有点像那种飞机的那种推拉的那种拨杆的一个设计，给人的感觉呢还是非常好的。同时呢，将手放在上面也比较舒服。后方呢是控制中间这块屏幕的一个旋钮的一个设计，整体的这种响应速度啊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这边呢是这种比如 ESC 的一个关闭啊，驾驶模式的一个选项，然后这种按键放在这里还是非常有这种仪式感的吧。还有一点要说的就是这个座椅，座椅呢，首先它这个调节的一个这种开关呢是设置在门板上的，有点类似于奔驰的一个设计。其次的话呢，就是这个座椅坐上去，有点偏向于那种运动座椅的一个设计吧，就是左右两边呢这种夹紧的这种力度呢，感觉是非常不错的，尤其是在这种山路中，对于这种身体的一个侧向支撑还是非常到位的。其次的话，就是这个座椅对于腿部的一个承托了，还是比较不错的。尤其是在腿前面这一块，它有一个上扬的一个设计，这样的话呢，对腿部的一个承托会更加的好一点。基本上前排的一个感受就是这样。我们再在后排看一下它的空间，毕竟这是一台大5座的一台 SUV 嘛。然后我们来到后排，首先可以看到腿部空间整体的余量还是非常充足的，基本上有一个1拳多的一个腿部空间。其次的话呢，头部空间的一个余量做的也是非常不错的。同时呢，正上方这块全景天窗的一个尺寸也是非常大的，给人非常这种开扬的一个感觉。然后再说到座椅，首先座椅呢，它这种调节的一个角度是非常不错的，可以支持很多项的一个调节。这样的话呢，在长途旅行时候，比如说你想躺倒去小睡一下，也是非常方便的。还有就是正中间的这一块一个地台的一个设计也是比较低的，所以说中间呢坐上人呢，这一块表现也是非常令人满意的。然后储物空间呢做的也是非常丰富的。首先这边呢有一个这种放手机的一个区域，其次的话就是前排座椅的背部呢也有这种非常多层次的一个放这种地图啊，或者放一些小零碎的一个地方。然后旁边呢这个无论是这种水杯架还是这种拉手的一个尺寸呢都是非常大的，这种放一些小东西啊也是非常方便的。所以说呢，这个捷途 X70 Plus 在这种后排空间的一个表现，我个人觉得在这种10多万一个价位中表现是非常优异的。捷途 X70 Plus 在这个价位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比如说刚才我们拍的这款车是售价为12万7千的一个中配的一个车型吧，无论是它整体内饰的一个表现，还有它一个这种多媒体的一个屏幕的一个表现，个人觉得在这种价位表现都是非常不错的。其次的话呢，就是它所搭载的这款来自奇瑞的 1.6T 的一个发动机了，197匹，290牛米，数据上以及它匹配的一个7速的一个双离合变速箱表现上都是非常不错的。所以说10万块钱出头，想买到这样一款这种偏向于家用的这种大5座或者说7座的 SUV，捷途 X70 Plus 可以考虑一下。